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埃里克·巴克的《残酷的人际法则》这本书。您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为了获得幸福，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也许你会想到金钱、成功、高质量的睡眠或者良好的饮食等等，但事实上，科学已经给出了结论，那就是人际关系。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将使生活更加幸福。这意味着您可以在临终之际回顾人生，享受着真正的幸福。也许有些年轻人认为这只是美好的幻想，他们可能自信满满的认为只有过上美好生活、成功、有钱、拥有帅气的男友或漂亮的女友才算是幸福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想法肯定会发生改变。事实上，多项研究表明，金钱和成功所带来的幸福感是极其有限的，并不是赚钱越多就会越幸福。金钱是会带来幸福感，但主要是因为有了金钱，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改善人际关系，所以这种影响是间接的。但是拥有金钱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幸福。从根本上说，如果不去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，人类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。这不仅是本书的观点，几乎所有关于幸福的书籍都在强调这一点。科学也证明这是目前最正确的结论。我们已经认识到，在生活中，人际关系对幸福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。那么，优质的人际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？以及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呢？如果不了解这些，就无法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因此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有关良好人际关系的知识，以及学习实现更好的人际关系的具体方法。内容包括以下两部分：第一，与恋人或夫妻关系相比，完整的人际关系对幸福更为重要；第二，了解良好的孤独和不好的孤独的区别。希望大家能持续看到最后，从中受益，并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让生活更加美好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与恋人或夫妻关系相比，完整的人际关系对幸福更为重要。在思考人际关系时，我们要考虑的是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，即爱情空间和友情空间。爱情空间指的是与伴侣或孩子的关系，而友情空间则是指朋友关系。这两者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，请务必记住这一点。尽管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许多人却忽视了这一点。比如，一些人过于重视工作关系，而忽略了与伴侣和朋友的关系。成功和金钱的确对幸福有很大的影响，但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是人际关系，尤其是与伴侣和朋友的关系。为了追求工作而牺牲与伴侣和朋友的关系，并不明智。要真心珍惜目前的伴侣和朋友，这样可能会极大地提高您的生活幸福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讨论如何珍惜目前的朋友和伴侣。首先要做的是真心信任他们。研究表明，相信他人的人通常比不信任别人的人更健康、更幸福。信任和信赖对您的生活幸福感有着巨大的影响。也许有些人对他人持怀疑态度，或者不相信别人，但请试着从内心真诚地信任和信赖身边的朋友和伴侣。只要您这样做，您的幸福感肯定会增加。另外，相当令人意外的是，在伴侣和朋友之间，究竟谁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呢？事实上，研究表明，朋友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，友谊对于使人感到幸福更加有效。所以，请务必从珍视友谊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人际关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友谊关系通常会逐渐恶化。如果仔细想一想，您的朋友数量是否每年都在减少呢？这是因为友谊关系通常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关系，没有受到法律或社会限制的制约，所以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去维持它，否则它就会逐渐消失。希望您能主动去保持友谊关系，比如一起出去玩、一起吃饭等，增加与朋友交流的时间，对于增加满足感和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甚至可以与大幅增加收入相媲美。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不太可能，
但这可能只是因为您太过于沉迷于工作之中了。过度沉迷于工作会导致您的表现下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也会变得更加困难。在退休之后，公司中的社会地位和头衔都会消失。那么，还有必要执着于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吗？还有必要牺牲重要的友谊关系来追求对公司的忠诚吗？退休后，真正支持您的将是友谊关系。与朋友在一起可以减轻孤独感，其效果甚至可以与戒烟相媲美。这不仅仅是一种假设，而是根据实际数据得出的结论。朋友的存在确实与减少患癌、心脏病等死亡风险息息相关。所以，请务必珍惜友谊，这对于过上无悔的幸福人生至关重要。要珍惜友谊，关键在于不要被利益得失的情绪所左右，而是要关注与朋友之间的关系。友谊与其他人际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，我们是否能够无需计较成本和风险就愿意帮助对方。如果在与朋友相处时仍然牵挂得失，那么首先要改变这种想法，以一种不计较得失的态度来交往。通过这样的努力，您的友谊将会变得更加深厚，为您带来更多的幸福感。现在是时候做出决定了。没有人际关系，我们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朋友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请珍惜身边的朋友，因为他们一直与您同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探讨与伴侣的关系。在伴侣关系中，建立夫妻间的友情至关重要，就像与朋友一样。事实上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，婚姻生活满意度的70%来自于夫妻之间的友情。友情的重要性更为重要，尤其是在年轻时，人们往往会因为对伴侣的吸引力或外表而建立关系，但事实上，更注重内在会使您的整体幸福感更加提升。当您交朋友时，你会因为他们的外貌而成为朋友吗？还是你会因为想要成为他们的知己而成为朋友吗？科学已经证明，以身边亲密朋友为参考标准来选择伴侣，对于提升生活幸福感是非常有效的。尚未步入婚姻殿堂的人们在选择伴侣时应该考虑这一点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结婚会使人更加幸福。确实，许多研究表明，与未婚者相比，已婚者更健康、更幸福。然而，这些研究结果并未考虑到离婚或丧偶等情况。因此，这种幸福感只对那些拥有良好婚姻关系的人适用。如果与配偶的关系很糟糕，那么很难感受到幸福。实际上，数据显示，良好的婚姻关系可以预防心脏病、癌症和认知症等疾病，平均使男性的寿命延长7年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婚姻关系破裂，那么患病的概率将增加35%，寿命将减少4年。这意味着，婚姻关系破裂不仅会影响幸福度，还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这主要是因为离婚或丧偶等事件所带来的压力。这些事件被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压力之一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这2个事件所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去监狱坐牢。结婚后性格不合，开始厌恶对方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只要离婚了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幸福状态，但实际上，离婚后的幸福感通常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。综上所述，如果能够经营幸福的婚姻生活，结婚将带来健康和幸福。但如果陷入不幸的婚姻关系，其负面影响将持续降低整个人生的幸福度。因此，结婚并不能保证健康和幸福，而是需要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才能实现这些好处。或许将婚姻看作一场赌局，就像在赌输赢一样，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。此外，我还要提醒大家，根据统计数据，接近60%的婚姻都会陷入不幸的境地。这表明结婚确实是一种不利的赌注。正如之前所述，对于人生幸福感的影响，更多的取决于友情关系，而不是必须结婚。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与伴侣的关系比友情对幸福更重要，因此他们可能因为害怕孤独而匆忙结婚。然而事实上，拥有美好的友谊会使人更加幸福。
所以并不是必须结婚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夫妻关系是由友情构建的。如果您能朝这样的关系努力，那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不能，那么在决定是否结婚时，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本性。毕竟，婚姻最初并不是为了爱而结合，而是出于经济需要。过去，人们需要通过结婚来生存，不至于孤独死去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社会逐渐强调通过爱来结婚，而不是仅仅基于经济原因。因此，我们对婚姻的期望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目的。结婚并不是一个绝对可以让您幸福的保证，结婚与否取决于您的自由选择和内心所想。然而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在选择伴侣时，不要被对方的外表所迷惑，而应该注重是否能像对待朋友一样看待对方，这样您就能过上更美好的婚姻生活。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来说，也许值得重新审视与伴侣的关系，看是否能像朋友一样相处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讨论了友谊和伴侣关系对生活的影响，其中包含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数据。我相信，有些人听到这些话可能会感到失望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可以称之为亲密伴侣的人。那么，对于目前没有朋友、没有亲密伴侣的人来说，如何找到新的朋友或伴侣呢？我将介绍一项有益的研究结果，即我们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正确的，占总体的约70%。也就是说，您对别人的第一印象有30%是错误的。尽管我们可能会根据第一印象做出大致的判断，但不能过分依赖这种判断。也许最初的第一印象是错误的，因此给对方第二次机会是至关重要的。作者指出，人类尽管被告诫不要仅凭外表或第一印象就做出判断，但这很难，因为这是人类的本能。然而，由于您的第一印象中有30%可能是错误的，当您遇到10个人时，有3个人可能与您所想的不同。也许最初让您讨厌的人中，会包含您未来的伴侣或亲密朋友。因此，重要的是要持有重新评估对方的态度。即使您在第一次见面时觉得对方有些讨厌，但在第二次见面时，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看待这个人，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呢？当您第一次见面时，对方可能因为某种不幸事件而表现得不开心，导致您对他们不满意，但这可能只是您的主观感受。给对方第二次机会是希望您能够以平等的眼光重新审视对方。人类往往会过分依赖第一印象，因此，当您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时，尤其要特别意识到重视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。虽然第一印象很重要这句话听起来老生常谈，但我相信大家平时都会有所意识。在这里，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理解并实践这一被科学证明的正确事实。此外，我还要介绍2种推荐的交友方法，即投入成本和展示自己的弱点。首先，让我们从投入成本开始解释。当您真正想要与某人建立长期关系时，您需要表达出一种真诚的意愿。其中一种方法是投入成本，这并不意味着让您突然给对方大笔金钱或者挥霍金钱。最强大的成本是花时间，因为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宝贵的资源，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。为了和您在一起，我每天都会挤出1个小时的时间。在一天仅有的24小时里，我愿意拿出其中的1小时来陪伴您。这么做是因为您是我重要的朋友，只有对重要的人才会这样付出。对于并不熟悉的人，我并不会愿意去帮助搬家或接送，对吧？正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才会认为您是重要的，才会愿意花时间去帮助您，将时间投入到帮助您身上。这种行为其实会被您感知到，从而使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。因此，我建议首先从投入时间给重要的人开始，这是建立友谊的一种方式。另外，在维持友谊关系时，这种投入时间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刚才我提到了朋友对人际关系幸福感的影响最大。那么，朋友如何提升我们的幸福呢？答案就是简单的一起共度时光，无论是一起运动还是一起吃饭都可以。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可能会发现很难抽出时间和朋友在一起，因此定期约好一起吃饭是非常有帮助的，这样可以建立更好的友谊关系。接下来，我想继续解释一下展示自己的弱点。有时候人们会害怕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失败经历，或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不好，担心对方会因此而不喜欢自己。但事实上，相反的情况更为普遍。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不好和失败经历，其实能更加增进彼此的亲密度。喜欢心理学的人可能听说过自我揭示这个概念，因为自己的弱点通常是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。所以，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弱点，就意味着您真心想要与对方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因此，花时间和展示自己的弱点是建立和维持友谊关系的关键。友谊是一种无私的关系，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维护。我认为你应该积极尝试这些方法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了解良好的孤独和不好的孤独的区别。你是否感到孤独呢？孤独对健康和幸福都有着最坏的影响，这已经成为科学事实。研究表明，孤独与心脏病、中风、认知症等几乎所有可怕的疾病的发病率增加有关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针对9000人的研究表明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延长寿命达10年。人际关系被认为是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，甚至有人说它比基因还重要。孤独比吸烟更为糟糕。大量研究表明，孤独对健康和幸福感都有着极为负面的影响。在这里，重要的是，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。有些人喜欢独处，他们享受自己的时间，并不觉得孤独；而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孤独。有时候，一个人独处是必要的，就像谚语所说的：“孤独是疗愈心灵的良药。”一个人可以安静地思考事情，远离喧嚣，独自充电。因此，独处并不是坏事。问题在于如何平衡。如果您觉得无法忍受孤独，却又抛弃了人际关系，这就成了一个问题。实际上，孤独并不一定与是否独处有关。无论您是否选择独处，这都是您自己的判断，而且这并不一定会对您的幸福感或健康造成影响。孤独是主观的情感，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。主观的情感意味着您是否感到孤独或寂寞，这才是关键。换句话说，孤独并不一定意味着物理上的孤立，即使您周围有很多人，您也可能感到孤独。比如，您参加了一场热闹的聚会，但感觉自己却像是被孤立了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您被很多人包围，但您仍然感到孤独，这对健康和幸福感都有负面影响。事实上，平均来说，孤独的人与非孤独的人与他人交往的时间大致相同，所以物理上的孤立并不一定会导致孤独。不与他人交往并不意味着孤独，与他人交往也不一定会摆脱孤独。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容易被忽视的盲点。当然，如果与他人的面对面接触减少，孤独感可能会增加。然而，在探讨孤独时，重点不在于是否独处，而在于人们如何感受孤独。这取决于人际关系的品质。孤独不是指一个人独自存在，而是当人际关系品质不佳，无法感受到有意义的连接时产生的情绪。以夫妻关系为例，这一点更容易理解。我们常听到家庭内分居的说法，即使夫妻同住，如果夫妻关系变得紧张，甚至破裂，也会有这种情况。事实上，家庭内分居时，往往比独处更容易让人感到孤独。这是因为不良的人际关系与独处相比，品质低下的人际关系对健康和幸福的负面影响更大。当然，并不意味着您必须选择独处。在生活中，长时间独处是正常的。无论是在友情关系还是伴侣关系中，都存在无法建立良好关系而最终感到孤独的可能性。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且不现实的。但是，故意不结交朋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因为如前面的内容所说，友情关系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幸福。实际上，人类是需要被他人需要的生物。
我们的大脑像对药物一样，依赖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参与某个团体或社区时，会感到非常幸福。所以，如果您不得不独处，那么也只能接受。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，你应该认识到人类无法独自生活，并考虑加入某个群体或社区。人类的幸福感更多的取决于是否能为社区做出贡献，而不是个人的成功。我们需要更深地参与所属的社区。或许大家在某处听过“人类是社会性动物”这句话，这是因为人类形成了社会，并以集体生活。因此，我们认为集体生活带来幸福，并且渴望这样生活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常听说，生物出于本能会尽可能与更多的伴侣留下后代。确实，这种行为可能有助于种群的延续和繁荣，但人类并非如此。尽管我们可能会因为留下自己的基因而感到幸福，但正如今天视频所介绍的那样，人类更倾向于从友情关系而不是配偶关系中获得幸福感。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生物，人类通过友情关系建立更大的社会，加入群体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。人类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，我们首先要充分理解并接受这一点。当然，有时候独自一人并不是坏事，但不要变得孤独。即使有些人可能会一直独处，却不感到孤独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读书不仅可以让人感觉与作者建立了联系，甚至只是独自阅读书籍，也可能让人完全不感到孤独。孤独是一种主观感受。如果您现在感到极度的孤独，却试图隐藏它，认为自己可以独自生活，那么我建议您立即放弃这种想法。现在的时代有社交网络等工具，使我们能够轻松地与他人联系，但仅仅在网络上建立关系并不够有效。因此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将网络上的连接转化为实际的人际关系。所以，首先应该正视自己的真实感受，然后处理孤独。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，您的生活一定会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，并不需要追求有很多朋友。首先应该考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。在寻找这样的朋友时，应该花时间，也应该敞开心扉，试着表现出自己的脆弱。真正的友谊是一种宝贵的财富，而建立深厚友谊的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它将为你的生活带来无尽的幸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